为了报答养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我高二就去兼职打工。一次无意的偷听，我发现我竟然是被拐卖来的。只要我打几年工回本，就把我嫁到大山里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我对他们再也没有半点感恩，心里有的只有复仇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是妹妹生日，爸妈没打电话让我回去吃蛋糕，我以为他们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。我拿着踩了一天缝纫机赚来的钱买了蛋糕，顾不上汗水浸透衣服，飞快跑回了家，想给妹妹个惊喜。经过爸妈房间，我动作更轻了，生怕他们发现我回来，怪我太惯着妹妹。那丫头是我们当年拐卖来又卖不出的赔钱货，现在虽然不干那行了，但看着她成夜睡不着觉，就怕她以后知道跑去找她亲生父母，所以不让那丫头继续上学是对的。打几年工给我们回本后，就把她嫁到山里头，我们也就彻底放心了。怀里的蛋糕盒被我捏得扭曲，我不死心地看了看我住了10几年的家，确定我没走错地方。原来我是被他们拐卖来的，他们没法转手，才勉强收养了我。我跑了出去，一个人吃完了蛋糕。那是我第一次吃独食。养母总说生我伤了身体，导致2胎早产，所以妹妹生下来体弱多病，只给她订牛奶加各种营养餐，就连我手上有的，只要妹妹想要，也要全部给她。我更是一直被洗脑，觉得对不起妹妹，不管妹妹对我怎么样，我都无条件的包容她，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。辍学打工回本，嫁进山里还是留给他们引以为傲的亲生女儿吧。我回到厂里辞职，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家，好不容易把你姐弄出去住了，现在让你一个人独享房间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别给我们丢人。这房间本来就该属于我们家林夕的。养父母没看到我，还在叮嘱着妹妹的学业。林夕2个字，在古诗词里分别是太阳和美玉的代称，放在一起就是希望妹妹前途光明，吉祥美好。而我的名字是宋子。宋子，养母当年不能生育，他们起初是想挑个满意的收养，挑不到满意的，反而嫉妒别人能生出孩子，所以参与了一段时间拐卖。妹妹一开始成绩不如我，他们给了妹妹报了数不清的培训班才提上来的，而我学习很努力，因为几次考试不理想，就被养父母劝去厂里打工。你怎么回来了？3个人看到我，希望破灭，脸色难看。我假装不知道被他们的事，解释道：厂里工作太累了，我还是想上学。你就不是念书那块料。养父板着脸，
上来就要拎我的行李往外走。我养你这么大，你才挣几个钱就受不了，真是白眼狼。妈，你不是说听我自己的意愿吗？现在我不想去了，你们要逼我去吗？我看向平时在我面前装得温柔贤惠的养母，质问道。养母赶紧给养父使了使眼色，把我的行李箱接了过去，强扯出一丝笑来。想学习是好事，他这么说倒不是真关心我，而是怕我为了上学折腾出对他们不利的事来。我看着养母把我的行李搬了进去，养父在客厅烦躁地抽烟，妹妹吊着个脸，家里气氛压抑到极点，反而觉得很轻松。回到学校，我恶补落下的功课，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，又要回到那个让我恶心的家。我想着回到家也没法安心学习，干脆留在班里多学了2个小时。出去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。我走出校门外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一边朝我这边张望，一边拿着手机飞快地发着信息。那个人是我的妹妹宋林熙，她这个时候不回家已经够奇怪了，还在鬼鬼祟祟地确认着我的行踪。等我走过去，她已经跑得没影子了。为了抄近路，我每次回家都会和其他同学一样穿过废弃商场，只剩下1楼还没拆除，里面还有几家店没搬走。暑假前，我突然被校外几个小太妹拦着打了一顿，从此绕了远路。本以为隔了1个暑假，那些人不会再来蹲守了，所以这次我又去了商场。然而，我刚走过去，就被一阵强烈的灯光刺得遮不开眼。他们都骑着电瓶车，同时开着灯，快速地把我围起来，这样就能防止我从商场别的路口逃走。我知道他们会有这种招数拦我，早用另一只手拨通了电话。我报警了。以前养父母只给妹妹买了手机，我没有手机，只能一声不吭地被这些人欺负。现在，我用暑假打工的钱给自己也买了一个。行啊，还敢报警？以后见你一次打一次。为首的小太妹指了指我的脑门，嚼着口香糖，撅着嘴。我知道她想像上次一样把口香糖吐在我脸上，伸手堵住了她的嘴，看着她喉咙动了动，把口香糖咽了下去才收手。你们欺负我一次，我就报一次警。你们要不想在警察局里过年，就试试。我听到巡警的铃声，声音更大了些。以前我听养母的，觉得乖乖给他们挨几次打，他们就会放过我了。结果他们好像很享受欺负懦弱的我，到现在还不肯放过我。忍让真的有用吗？咽下口香糖的小太妹恼羞成怒道：我告诉你，我们几个家里都有钱，打死你也能花钱了事，你死定了。
他们听到警铃声越来越近，威胁我这么一句就骑车跑了。花钱就能解决的事，又怕什么巡警呢？我猛然推开房门，宋林熙吓了一跳，明显是做贼心虚。他看到我身上没有一点伤痕，更是惊讶地瞪大眼睛，凑过来试探道：“你路上是不是被什么绊住了？回来这么晚？平时我回来，他恨不得发脾气让我小声点，然后继续看着少女漫画，沉浸在幻想的爱情里。养父母听到动静，则会冲进来，以耽误妹妹学习为由，把我赶去客厅。妹妹什么时候说我可以回来，我才能再进房间睡觉？今天她这么反常，又偷偷跟着我，估计和那些小太妹是串通好了的。我没搭理她，安静看书。没过10分钟，她突然端着水果盘走到我身边，讨好的笑着：“姐，你吃。”我伸手要推走果盘，她以为我馋了想吃，赶紧把果盘挪走，带着威胁的口吻问我：“姐，你要是想吃这水果，你就告诉我你在路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有没有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人？”他甚至凑近我问，好像很着急的样子。我别过脸，不想他烦我，冷冷回道：“没有。”他听我这么回话，脸色比我进来时还难看，似乎很怕我路上没遇到什么人。我的行踪应该是他透露给那些人的，可他让我感觉很怕那些人，不像是朋友。如果不是朋友，那些人为什么会帮他针对我呢？我极力地思考着，脑中忽然闪现一个封存很久的记忆。在被他们刁难之前，我是见过他们的。他们正在商场里和另一拨人打群架。当时我和宋林熙都在，他跑得比我还快。呵，还敢报警？这句话也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恍然大悟，知道宋林熙背着我做了什么恶心的事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你要是不学习，别打扰你妹学习，滚去客厅。不知道养父是不是一直趴在门口偷听，这么点动静都能惊到他，冲进来对我吼着。我懒得和养父争辩，拎着书去了客厅。听到后面传来温和的话：“小希，好好看书，但也别学太晚。”我早习惯了这种区别对待，只是冷笑一声，继续看书。小宁，你爸就那脾气，别跟他计较。养母突然走到我身边坐下，把盛好的鸡汤放到了我面前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妈做了鸡汤给你补补，就炖了这么点儿，别给你妹分了。这鸡汤在我每次考试之前都有，单单我有。这也是我在这个家感受到的唯一偏爱。我当时傻呵呵地想着，养父偏爱妹妹，养母偏爱我，所以这个家还是无比温暖的。
以至于我从来不会把第二天考试精神不振和这碗鸡汤关联在一起。养母看我失神，还以为我看书看得沉迷，一把抽走书。太晚了，别学了，快睡觉。我没戳穿他，点了点头。他这才放心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我听到浴室有水声，立刻走过去敲门。快点洗！你不是每次都等我们进房间了才能洗澡吗？今天抽什么风？我妹被我敲门声敲烦了，冲我发火。我解释道：“妈做了鸡汤给我，现在太热，我想洗完澡喝。”什么鸡汤？她激动地走到客厅里，看到了那碗我没动过的鸡汤，端起就冲到养父母的房间，大声嚷嚷：“妈，你太偏心了！凭什么他有鸡汤，我没有？”我听到养母开房门的声音，不想参与这场能够预见的世纪大战，去了浴室洗澡。浴室隔音不强，恰好能听到他们说话。小希，你要喝鸡汤？妈明天给你做。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，这碗别和你姐抢。我不要等明天，我就要喝这碗，就不让你偏心。哎呦，我的祖宗呐！你怎么真喝了？听到我养母后悔猛拍大腿的声音，我高兴地笑了笑，笑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早上起床，我闻到浓郁的咖啡味，看到养母正满头大汗地研磨咖啡豆，那是给宋林熙准备的，为了弥补昨晚有问题的鸡汤。小子，你怎么把鸡汤的事告诉你妹妹了？养母质问道。我把养母教我的话还给了她。妹妹因为我身体不好，我要对妹妹好点，怎么能吃独食呢？她嘴角颤了颤，没再说话。等到宋林熙出来，他又和颜悦色地把咖啡递了过去。快把咖啡喝了，你姐姐没有，单你一个有。宋林熙一听，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端着咖啡大口喝了。我没搭理这母女俩，吃了2口早饭，拎着书包出去了。考完语文，我没回家，去了那个商场，找到其中那个一家还没搬走的店铺。店外的摄像头刚好对准我每天没拦着的地方。我花了钱和商家买了这几天被那些人欺负的视频，同时还找到了我和宋林熙第一次和那些人见面的片段。晚上回家，我又来到了商场，那些小太妹在等我。这次他们直接夺走我的手机，不让我再有报警的机会。宋子，我沈洛最讨厌你这种多管闲事的人。我们自己打架又没欺负别人，你报什么警？为首的女孩抱着胳膊，伸手就要来扯我的头发。我拍开她的手，把我今天买来的视频扔给了她。那天不是我多管闲事，你自己看看吧。沈洛看了看，眉头紧皱。
激动把视频递给了其他姐妹。那天不止宋子一个人在。这不是宋林熙吗？他说宋子报的警，可只有他手里拿的有手机呀。我听他们的话，不禁冷哼一声。果然是宋林熙嫁祸我，又不断地跟他们透露我的行踪。这宋林熙敢耍我们，明天拦他去。沈洛朝着我摆了摆手，误会你了，改天请你吃个饭，就当和你道歉了。我只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也不想招惹是非，所以没答他们的话就走了。餐桌上，宋林熙还不知道自己暴露的事，但一直耷拉着个脸，食欲不振。回房间之前，我敲了很久的门，他没有回我，能清楚地听到里面的哭声，哽咽地说着：“这次完了，睡了半场考试。”应该是养母准备的补救咖啡没起到作用。我怕他等会儿因为心里有气而烦我，干脆主动去了客厅。他的哭声越来越大，把养父母都吸引过去看。他们俩进去大概半个小时，沉着脸出来，又怒气冲冲地朝我走过来。小希怎么招惹你了？你要这么气他？养母稍微克制些，想先问清楚我为什么会欺负宋林熙。养父则沉不住，指着我骂道：“自从你回来以后，家里就没一天消停过，就没见过这么不体恤父母的，真是养了个白眼狼。”我回来没进房间，没招惹他。我解释道：“要不是养母拦着说闹出动静会被邻居听到，养父恨不得直接上来打我。那恶狠狠的样子，倒真像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人贩子。”大声道：“你妹妹都告诉我们了，你还狡辩什么？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要打扰林熙，不学习就在客厅待着，耽误了你妹妹学习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你们只相信妹妹，不相信我。我该不会不是你们亲生的吧？”我站起来，故意问他们。养父往后退了一步，忽然说不出话来了。养母反应极快，走到我面前指责道：“你要不是我亲生的，我们怎么会养你到这么大？我们送你去厂里是为了你好。你学习成绩那么差，也考不上大学，还不如早点出去积攒工作经验。你妹成绩好。”我不信他。信你呀！养父找到了理由，吼道。我冷哼一声，反驳他道：“离高考还有1年呢，你们怎么知道我考不上？以小见大，从一次小考试就能看到问题。你这孩子就不适合就学习这条路。行行出状元，不是只有上大学一条出路，打工也是一样的。”养父一本正经道。我凝视着他们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们放心，这次我会考好，更能考上不错的大学。要是被老师发现你抄袭，我和你妈更要把你送你去打工。这人可以没什么本事，
人品要有。养父义正言辞地说着，好像真是一个不偏心的好爸爸。第二天回家，宋林熙被堵在商场里，再出来，鼻青眼肿。他回到家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。养父母哄了好一会儿，才让他把门打开。养父进去之前，咬牙指着我，要再和你有关系，我不抽死你。我冷哼一声，继续看我的书，没理会他。很快，养父母从里面出来，没有出来找我麻烦，而是商量着怎么解决宋林熙被欺负的事。敢打我女儿，以后我亲自接送小溪。养父激动道。养母想了想，摇头劝道：你要是忙接不了怎么办？报警吧，关他们几天才能给我女儿出气。我听着养母的话，嘴角勾起一抹讥笑。当初养母看到我身上比宋林熙还要严重的伤，只是告诉我忍忍就好了，这事本来就和我没关系。但养父母总能绕到我身上撒气。养父瞥了我一眼，过来拽走我的笔记本，直接撕了。你瞎了吗？回来不知道等等你妹妹。你妹妹被人欺成那个样子，你都不管。我看着那被撕得七零八落的笔记本，不恼反笑了笑。以前养父总喜欢趁着发脾气撕掉我的笔记本，甚至精准无误地撕掉老师每天会检查的那本。我知道养父找茬撕我的书，特意换成宋林熙的了。宋林熙吃完饭就追少女漫画，美其名曰要学习，所以每次都是养父母先洗澡，然后等着宋林熙洗完澡我才能进浴室。而宋林每次都会故意拖到很晚才洗澡，只要我先进浴室，他就会在外面拽门，又哭又闹，好几次都把本就脆弱的门拉开，完全不顾我还穿没穿好衣服。现在我一心沉浸在学习中，所以晚点也没什么感觉。等宋林熙关上了浴室灯，我才又进去。刚打开淋浴准备洗澡，冷冰冰的水从头发灌到脚边，我忍不住打了个颤。现在是9月，又刚下过雨，夜里本就冷飕飕的。我调整了控水器，不论转到哪里都是冷水。地板倒是像被开水跑了很久似的，有些烫脚。宋林熙刚刚在浴室大概待了2个小时，应该是他故意把热水器里的水放空。我推门走进房间，看着他假装睡着的样子，不禁冷笑一声。现在欺负我是要还回来的。第二天上课，物理老师走上讲台，难得没提检查笔记的事。老师，今天的笔记还没检查。宋林熙看了我一眼，得意洋洋地提醒道，显然还不知道养父昨天撕的是他的笔记。我不紧不慢地把笔记拿出来。物理老师经过我身边，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，不禁赞扬地点了点头。最近表现不错。
继续保持。绕过我，老师又走到了宋林希面前。他还在书包里疯狂地找着笔记。笔记呢？物理老师无奈道：“你可是物理课代表，早上还看你在群里提醒大家拿笔记，应该不是忘了吧？”宋林希弱弱地解释了一句：“被我爸撕了。”“被你爸撕了？你爸撕你物理笔记干嘛？”物理老师看他快哭了的样子，猜测是这作罢的有家暴倾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抚道：“没事，我把这件事反馈给你班主任。”宋林希看蒙混过去了，也没想着给自己爸爸澄清，点了点头。放学后，我先回了家，养父母一家都不在。我趁着这个空子洗了澡，把热水器温度调到最高，听到他们回来的动静，再把温度调回去。养父母今天出去，是为了给自己亲生女儿讨回公道的，提前报警，然后蹲守那些要拦着宋林希的人，把他们送进了看守所。估计又出去庆祝了一下，回来已经快10点了。小希，下次再有人敢欺负你，你就主动跟爸妈说，你越忍，他们就越欺负你。养母进来时，摸了摸宋林希的头，慈爱地叮嘱道：“养父刚换了鞋。”手机响个不停，接了电话后，脸色也慢慢沉了下来，更是一个劲地低头道歉。谁打的电话？养母好奇问道。小希，你这丫头怎么在老师跟前乱说？刚刚你们班主任说我对你家暴，把我教育了。养父问道。宋林希被提醒，反而爆发地吼了起来：“我还没说你呢，你抽什么风啊？把我物理笔记撕了，都跟你说了，物理老师每天都要检查物理笔记。”我呵呵一笑，原来养父知道物理笔记是要每天检查的呀。养父不解道：“我撕的不是宋子的笔记，都是个误会。时间不早了，先让小希洗澡吧。”养母怕刺激到我，推了推养父，使眼色道：“养父住了嘴，回了自己房间。”宋林希收拾了一下，急匆匆去了浴室。啊！烫死了！浴室内突然传来他的惊叫声。换好衣服冲出来，朝着养母伸出被烫出水泡的胳膊，吼道：“妈，你怎么烧的水？要烫死我呀！”说完，在家大哭大闹，折腾1个小时才消停。中间邻居下来敲了几次门。第1次月考成绩出来了，我从班级里的倒数进步到中上等，而宋林希的成绩一落千丈，成了倒数第1。宋林希回到家以后就一直瞒着成绩的事，我也没提。养父母很在意自己的名声，我等着在家庭聚会上狠狠打他们的脸。餐桌上，养父母一如惯常，
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停褒扬，对我只有贬低。林夕这孩子在家总爱看书，学习也好，将来考大学、考研究生、考博士那是板上钉钉的事，天生就是走这条路的，不像宋子，心思不在这块。但在厂里踩缝纫机比谁踩的都快。养父故意给家里亲戚打预防针。姑姑对我宋林夕向来一视同仁，摇头道：“踩缝纫机哪里有上学舒服？这才上高三，你们督促一下，再给他报个辅导班试试。每次开家长会，老师都说宋子学习认真，成绩却回回考成倒数，再学都是没用的。”养母慈爱地摸了摸我的头，装模作样道：“再说我们也不是让宋子一辈子做女工，等她做熟了，再投资点钱给她开个厂，以后做老板。”听他这么说，我差点把咽下的菜呕出来。我为什么回回考得不好？他心里没点数吗？见姑姑被说动了，我赶紧把成绩单拿出来，高声道：“对了，这次成绩出来了，我觉得我也可以上大学、考研、考博士。”姑姑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惊讶道：“进步了这么多，谁说小子不适合上学呀？你们瞧瞧。”说完，他笑着把成绩单递给了养父母。养父母哪有心思看我的成绩，盯着前几名找了半天，滑到最后才看到宝贝女儿的名字，五官扭曲在一起，瞪了一眼宋林夕。林夕这段时间上了那么多辅导班，成绩还是不理想。他喜欢看漫画书，要不现在送到新东方去学他喜欢擅长的。我不用去服装厂踩缝纫机了，爸妈的钱到时候给林夕开个漫画杂志社，以后当老板。我学着养父母的口吻说道。养父母心里本就积着气，听我这么说，彻底绷不住了，一起骂我：“林夕也就一次考试不理想，你就要让他放弃高考，毁他一辈子？你这当姐的怎么这么心狠？”爸，不是您说的，一次考试就能看出适不适合高考，所以我考差一次，您就要送我去服装厂。原来这叫毁了别人一辈子啊！我惊讶道。等他们不说话了，我又趁机提了一次：“我不会是你们拐卖来的，所以你们不希望我继续上学吧？”养父母吓得脸色苍白，生怕暴露他们以前做人贩子的事，争先给我夹菜，甚至忽略了宋林夕。宋林夕垂头坐着，眼神阴郁，沉默得像个哑巴。回家后，养父母把我当成了隐形人，开始轮番盘问分析宋林夕成绩下降的原因。突然，养父母被赶了出来，宋林夕的房门重重关上，传来他崩溃的吼叫声：“宋子考差那么多次，你们都不说，我就考差一次，你们恨不得逼死我。你们这么偏心，
还不如当初把我卖了。我听他这话，饶是觉得好笑。他们不会卖掉自己的宝贝女儿，只会拐走别人的孩子，甚至把这个孩子变成家里的奴隶。养父母这次只是看了我好一会儿，难得没把宋林熙的叛逆怪在我身上，沉默着回了房间。等宋林熙出来上厕所，我才放下书，回到房间躺下。还没安静一会儿，一个人影跑到我面前，披头散发地看着我。明明爸妈偏心你，你还要装出在这个家里受气的样子，就是故意要等着看我的笑话。你现在高兴了吧？他突然朝我发火，我被他气笑了，顺着他的心意回了句：知道爸妈偏心我，你就不要打扰我睡觉，小心爸妈过来把你赶去客厅睡。说完，我翻过身去，不再搭理他。半夜，房间里传来杂声，我揉眼看了一下，原来这宋林熙大半夜不睡觉，一边啜泣一边砸存钱罐数钱。之后的1个月，养父母每天督促宋林熙学习，在他房间里能待到晚上1点才回去。为了能好好学习，我干脆睡在了客厅里，他们在里面不出来，我在外面也安静，学习时间更富裕了。不知不觉就到了第2次月考，这次养母也没时间给我喂毒鸡汤了，和养父盯了宋林熙1个晚上，确保他有好好复习和休息，然后又一起把宋林熙押送到了学校。养父母兴冲冲地拿出我们这次考试成绩时，我们正在吃晚饭。他们自信宋林熙这次一定能考得很好，特意做他最爱吃的红烧肉，说我最近胖了，要减肥，要不然容易嗜睡，影响学习。我冷笑一声，知道他们现在装都不打算装了，睁着眼睛说瞎话也要偏袒自己的宝贝女儿，所以才会说110斤不到的我胖得连肉都不能吃了。不过，除了送我去踩缝纫机那天专门给我做过吃的，大部分时候都是给我吃他们的残羹冷炙，要么就是给我送半馊的饭。养父看到成绩后，重重地拍了桌子，恨铁不成钢地质问道：我和你妈这么多天辛辛苦苦盯着你，你就不能给我们争口气吗？林熙，你考成这样，让爸妈以后怎么好意思和邻居打招呼？他们家孩子可是和你同班啊。养母也着急道，说了重话。宋林熙埋头把红烧肉捞在碗里，瞥了我一眼。家里不是有个成绩好的吗？他这次考了第1，够你们炫耀的了。你们以后要逼就逼他，要不现在就把钱给我，我去踩缝纫机，开厂当老板。他养父失控地站起来，给了宋林熙1巴掌。你要敢去踩缝纫机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宋子能去踩缝纫机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宋林熙被打得双颊红肿，
哭着问道。养父指着我，差点说了实话。你跟他比什么？他就不是我们。被养母狠狠掐了一下，才冷静下来，坐了回去，义正言辞道：“你爸我看人准，你就应该去上学，你姐就应该去采缝纫机，各有各的命。”呵，这就是我的养父母，企图毁了我的人生，还要假装仁义，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全家就你一个白眼狼。养父突然把目光转向了我，气恼地骂着我。我冷哼一声，猛然起身。你又去哪？养父又大声嚷着，显然想把矛盾完全转移到我身上。我也不对他，淡定回道：今天李阿姨做了红烧肉，让我过去尝尝，顺便给他儿子补补课。自己有吃的，还跑别人家干什么？滚回来！他顿了顿，显然是怕我在李阿姨家说起家里发生的事，怕丢了面子，赶紧把宋林熙面前的红烧肉扔到我面前。不等我回应，宋林熙先爆发了，冲着我们3个喊道：“我要是死了就好了，死了你们一家人就不用在我面前演戏了。”说完，哭着跑回了房间，把门反锁，任由养父母怎么敲门都不开。看着养父母狼狈无奈的样子，我不禁讥笑一声，托宋林熙的福，我倒是和拐卖我的养父母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，多讽刺啊！养父母哄累了，放弃了。回房间之前，没找我麻烦，而是用那天一样的眼神盯着我看了很久。第2天放学，我偶遇到宋林熙，他扑进一个黄毛怀里，笑得比他看的少年女漫画女主角还要开心。你不知道，自从我故意考差，我爸妈的脸有多臭。还有那个宋子，他以后就会像我一样，被我爸妈逼疯，逼死。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出去打工，他们没了儿女在身边，臭在家里都没人知道。她傲娇地向男朋友炫耀着自己的战果。我听着她的话，不禁笑了笑。这就是我的养父母苦心教养出来的好女儿。知道我的成绩越来越好，宋林熙越来越堕落，会刺激到养父母，所以我一直提防着他们，生怕他们在我高考前夕做什么出格的事来。但我没想到养母会在我用的毛巾上动手脚，我染上了不干净的病。有一天，我在浴室里洗澡，身上莫名其妙的痒，痒得我都挠破了，还是止不住痒。养母突然闯进浴室，假装关心地检查了我被挠破的地方，说我得了不干净的病。养父母以替我看病为由，强行让我休学，把我送到了医院，又美其名曰怕刺激到我，拒绝了所有知道消息想要来看我的老师、亲戚。我被送到了医院，除了每天打点滴，
根本没有人来给我做实质性的康复治疗。后来，我自己去问了医生，医生告诉我，养父母只垫付了给我打点滴和住院的钱，而我自己的钱远远不够垫付治愈的。养父母以为我是个小姑娘，怕以后名声不好，不敢出去声张，所以也没收走我的手机。我猜他们下一步计划就是扑我，让我放弃高考，嫁进没人认识我的大山里。否则我的事被人知道了，就要被人骂死。可我不傻，参加考高，远离养母，至少我还有自由。被人骂2句又算得了什么？进了大山里，那就不是想出来就能出来的了。我在手机上实名申请了筹款，请求班主任给我做担保。班主任惦记着我是能考上大学的好苗子，第一个过来给我送了些钱，又打了电话过去谴责了我的养父母。10几天不出现的养父母，终于乖乖出现在我的病房里。小子啊，我们不是不给你看病，是这2天忙，耽误了。养母一边剥橘子送到我嘴里，一边讨好道。养父更是弓着背，敢怒又不敢言的样子，硬是挤着笑容道：小子，钱我们已经交到医生那里了，很快就给你安排治疗，待会儿你可以自己去问问。那筹款的信息赶紧删了吧。是啊，这要是传到我们单位和小区里，丢死人了。你让爸妈以后怎么活呀？养母红着眼，装得可怜兮兮的样子。距离高考还有2个月了，我不想和他们闹翻。向医生确认前已经全部交齐，撤回了筹款的信息。出院后，我被养父母接回了家里，怕他们又给我使绊子，影响我高考。故意提到：爸妈，我的成绩能上清华，大概能拿20万的奖金，到时候全校敬给你们。还有林夕，以后他的功课我来盯着，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吧。别吵了。听到清华和20万，养父母眼睛都瞪直了，细细盘算了一会儿，赶忙答应了我。我回了房间，宋林夕拦在我面前：你要巴结爸妈，别带上我，我是不会好好学习的，你就等着被爸妈骂吧。很快我就能脱离这个家了。他抱着胳膊，得意洋洋地说道。我知道他是打算高考结束后，跟着黄毛出去打工。你脱不脱离这个家不关我的事，但我在家的这段时间，你就是装也要老实配合我。我拿出之前拍到他和黄毛在一起的照片，冷声道：你男朋友也上高3，高考之后家里才给钱让他出去打工。我要是现在把你们的事告诉爸妈，他能走得掉？你走不掉。宋林夕脸色笑容凝固，赶紧求着我道：姐，你别告诉爸妈，你要我干什么都行。
你不想学习也行，但这2次月劳你想办法让别人给你抄也好，买答案也好，考得好点，我好交差。我知道他铁了心是要跟黄毛私奔了，所以也不担心自己这样威胁会是圣母一样帮了他。这次约定以后，宋林熙不在家作妖了，表面上跟我在房间里学习，实际上是和黄毛聊天，畅想高考以后2人的甜蜜打工生活。我懒得听他的恋爱脑发言，沉下心学习。因为宋林熙的配合，家里逐渐安生下来，养父母也暂时放松了警惕，不再想法设法地阻碍我高考。这段时间除了复习，我抽空去备案，协助调查养父母的事，也让人帮我悄悄寻找我的亲生父母。高考结束1个多月后，高考成绩出来了。养父母为了缓解宋林熙查成绩的紧张，带他出去玩了1天。晚上回来还给他放水泡澡，沐浴焚香。宋林熙为了拿到一笔钱出去，一直骗养父母自己考得非常好。养父母深信不疑，奖励了他1万块钱。而我白天就查好了成绩，我的成绩被屏蔽了，和我预估的一样，应该排在全省前几名。很快就会有高校来联系我。成绩查了没有？养母守着宋林熙查成绩之前，应该是惦记着那清华的20万，难得走过来问了我的成绩。我淡淡回了一句：没有成绩。今天还听到邻居家炫耀儿子成绩，怎么就你没有成绩？养母脸色变了，皱眉问道。养父哼哼一声：我早看出来了，他那成绩都是在学校里抄出来的，我们给他看病的钱都打水漂了。养母不知道在他耳朵里嘀咕了几句什么话，他刚要发火，又硬生生压了下来，被养母推进了宋林熙的房间。你之前成绩那么好，也就这一次没发挥过，到时候我们送你去复读，明年拿20万也是可以的。养母突然转性安慰我，我知道他这是以退为进，没安什么好心，但也没打算揭穿他，只沉默着看他进了宋林熙的房间。2人没进去1分钟，房门突然被打开，宋林熙拎着箱子窜了出来，打开门就往外跑。这丫头跑哪去？把我银行卡也带走了，密码她知道，卡里还有不少钱呢，还不追她？宋林熙早和黄毛商量好，刚下了楼，就被黄毛骑着摩托车接走了。养父母还没看到宋林熙的成绩，钱就被自己的宝贝女儿卷走了，人财两空，崩溃地坐在地上哭。我在楼上阳台，静静地睥睨着这一切，知道我也快脱离这对魔鬼夫妻了。养父母失去钱和宝贝女儿，只能暂且接受现实，把主意打到我刚拿到手里的20万。
是一张银行卡。林夕这丫头跑了，我们也不打算追她这个白眼狼了。以后我们就你一个女儿。小子啊，以前是爸妈对你苛刻了点，你别和我们计较。夫妻俩以弥补我为名，带我去爬山，晚上住民宿。晚上，养母递给我一碗久违的毒鸡汤，亲眼盯着我喝下去。我早知道养父母这次带我来没安什么好心，提前联系了之前备案的地方，又悄悄把养母给我的鸡汤换了。夜里，我假装睡觉，看到养父母把我扛到外面，一边和对面的人搭话，一边笑眯眯地数钱。只是这钱还没拿稳，突然一道强光闪过来，养父母和街头的人都没带走了。他们来抓人时，还带来了我的亲生父母。他们这么多年为了找我，连二胎都没生，看到我就抱紧我，泣不成声。我也抱着他们，长舒一口气。这一次，我真的回家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